好，接下来说一下稀疏空间地图，包括稀疏空间地图建立和使用。首先说稀疏空间地图，实际上可以理解成就是平面图像追踪的这个技术，把它从2维变成3维空间了。它同样是需要在空间找一些这种点，然后把这些点，它这种特征点拿来做，就进行跟踪。那么，所以它会跟这个平面图像跟踪一样，会有这个要求。具体的话，可以看一下官方文档稀疏空间地图，它这里有说明，就稀疏空间地图。那么当然稀疏空间地图的前提是运动跟踪啊，没有运动跟踪用不了稀疏空间地图。那么这里有个比较好的说明，就是稀疏空间地图要对环境有什么要求，然后包括多大各种方面。那么我感觉下来就是环境不能太暗，使用下来环境太暗也会影响，就是角度、光照、距离都会影响。总而言之，多试试看才能感受得到吧。好，接下来说稀疏空间地图的总体结构。首先，稀疏空间地图是需要一个运动跟踪，就这一块是一个标准的运动跟踪。然后呢，它需要一个 Sparse Spatial Map Work， 好像是这么念的吧？这个 Sparse 这么一个游戏对象，然后还有一个 Sparse Spatial Map。那么每一个稀疏空间地图对应这么一个游戏对象，就相当于这个游戏对象可以在同一个场景中、同一时刻可以有多个。这个游戏对象是来管理下面这个的。那么具体看一下，先稀疏空间地图。那么看一下这个，它首先有个这个 localization mode， 这个它的含义是这个，官方文档里面有说明。好，就4种，一个是一直定位直到定位成功停止尝试，一个是只定位一次，一个是不停定位，不停定位，还有一个是多个地图相互。最后这种应该是在多个地图上当同时有多个地图的时候使用。那么根据官方示例的话，一般建立地图的时候是选用的是第一个，那么在定位的时候呢是选用第3个，这个是官方示例里面这么做的。然后这个呢是可以修改，就是地图的这个信息配置。然后在这个游戏这个脚本下呢，有几个方法，一个是 build map controller 点 host， 这个方法是保存地图的方法。那么需要输入地图的名称和缩略图，但是缩略图处理稍微有点麻烦，但是可以输入 no， 我一般都是输入 no。 那么后面这个方法是保存地图的一个返回信息，那么可以返回是否保存成功，然后错误信息，关键是它可以返回地图的 ID 和名称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官方仅没有提供 API 可以获取这些内容，就你保存的地图的那个 ID， 如果在不通过这个方法获取的话，那么就没法自动获取，就得自己打开浏览器来这儿复制粘贴输入了。然后这2个方法是开始定位和停止定位的方法。好，然后看一下另外这个 Sparse Spatial Map。 那么这个我看 Sparse Spatial Map Controller 里面它主要的一个属性，这个是还是跟那个其他一样，就是里面的
因为就它下面所有的这个游戏对象什么时候显示，这个跟平面图像跟踪那些是一样的。然后这个就如果是建立地图的时候选择 Map Builder， 如果是定位的时候选择 Map Manager。如果选择 Map Manager， 而且这两个都填上内容的话，不需要写程序，直接场景直接运行的时候，它就会根据这个 ID 去寻找下载那个地图并尝试定位。那么后面下面的这个是显示，就是那个空间的那些点的显示是否显示，然后显示的颜色啊各方面的设置，那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来设置这个点显示的效果。然后这个游戏对象下面也是有有3个事件，一个是 Map Load。Map Load 这个事件是当你告诉这个程序有这么一个地图需要的话， Map Load 是从服务器把地图信息取到本机的触发的事件，就这个信息是否取到或者是没有取到，这个是 Map Load。Map Localized 应该是应该没读错 Map Localized 是就是定位成功后面这个是停止定位，或者说是定位消失的时候的提示。那么定位成功是可以有多次，因为一般定位的时候是选择这个嘛 keep update， 一直 keep update 的时候，就因为一直 keep update 的时候，所以定位的时候是可以有多次，所以这个事件是可以被触发多次，就是走着走着它突然又定位了一下，又走着走着又突然定位了一下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实际做一下啊。首先新建一个场景，保存，取个名字 Build Map， 就叫 Build Map 吧。Build Map， 保存，咦，怎么好？然后一样的，首先设置单色，否则会不显示。来这里把这个 Sparse Special Map Work 拖进来，然后来这里把 Word Root 弄进来。首先要把这个运动跟踪搞定，好，这样就运动跟踪就搞定了。然后把 Sparse Special Map 这个拖进来。那么这个的话，我们是要 Build Map， 所以这里是对的。看一下这里的设置 ，Until Success， 对，就这样，不需要再动了。OK， 好，这个基本的设置就完了，但是肯定是要写脚本，不过为了看的方便，还是像之前一样，我们添加一堆东西以示标识，好吧？这个稍微有点枯燥，那将就一下吧。这个是点2。点3，点1，然后在这里面也添加一个方块，点1，然后在这里面也添加一个方块。负的 0.1， 然后给他们几个等等，这个负的 0.1， 然后拿颜色来区分一下，
青赤黄白黑，黄是正中间。乙，好，黄颜色，然后绿颜色，然后弄个粉颜色。黄颜色是这个，黄颜色是这个系数空间地图下的，粉色是运动跟踪下的，绿色是系统下面的。然后一样的来添加一些小的这个0.1、0.1、0.4、0.5、0.4，好，这个 x 加1。x 减-1，这个上下就不添了，上下因为知道是永远定位准确的啊，还是添上吧，z 加z 减-1，然后添上用个什么呢？就用方块吧，1，哎呀，这个用什么颜色呢？它跟这个啊，添上用黑色方块，y 加y 减-1是青色方块。我看，哎，换到个 x 正方向青赤黄白黑，绿赤黄白黑吧，本来是青赤黄白黑的，青赤黄，哎，没有白，黑，哎呀，不太好，蓝。啊，就这样吧。那么这个是运动跟踪，下面是这个条条，说的好难听啊。好，现在来，这个给它个球，2.2，这个时候 x 加一样的，给它同样的颜色，绿色。x 减-1是蓝色，然后y 啊，不是 y 加 z 加 z 轴正方向黑色。z 轴的负方向，红色，然后这个是 y 轴的正方向，也是黑色。y 轴的负方向是这个青色，
等等等等，这个颜色好，现在这个基本设置好了，然后开始写脚本。哦，不对，忘了，还忘了设计 UI， 这些只是为了方便理解这个稀疏空间地图设置 UI， 要一个按钮，一个 text 框，设置一个 panel 吧。panel 底线对齐，高100、200、100，好，高100。50，这个颜不透明度加高点。好，添加一个文本显示啊，先添加一个按钮。按钮的话，是我看按钮的话。按钮的话，高100，然后宽200，00，然后这个按钮是保存。接着再添加一个显示用的文本框。高是100、200、0、50，好，也是一个 best fit， 好的 ，OK， 然后可以来准备添加脚本 map build map controller build map controller。然后添加一个 game object empty game object master， 把这个脚本拖上来。好，现在开始编写脚本。编写脚本得稍微等一下，我的这个反应有点慢，它会要等一下才能知道。好，已经有了 Easy AR。首先要定一个 AR session， session 的 session， AR session， 对，session， private AR session， 那 private sparse special map work， 这个是map work 写短一点 private special map controller这个是 map， 好，那就 map controller， 就 map， 就是 map， 这是稀疏空间的2个还有3个常用的内容，然后需要按钮定义按钮，等等，按钮的话 using Unity 应景的 UI， private text， text 给个什么名字呢？想一想，就 text 的 UI text private button btn save。好，用到的基本就是这几个，然后开始来初始化。首先，初始化这个
EZIR 的东西，因为每个只有一个，所以就偷个懒。AR session， 或者说还是就这样吧。AR session， 然后 map work 就等于 from the game spa special map 就等于，如果是一个场景里面有好几个地图，好几个地图的话就不能这么干了，就不能用这种方法来。这个是正好只有一个，或者说是我只打算用一个。那么，然后初始化按钮 save 就等于 game object 的 found。不用放的，只有一个按钮，这里面对的。found object button， 然后我看还有什么没有？还有那个这个 UI text 就等于这个还就真 game object 的 found 的 get component text， 我记得是这个 canvas 下的 panel 下的 text。好，初始化完成，然后来这首先来保存事件，保存事件是想一下，刚说来着，点击按钮这个 btn save 的 onclick 的点击事件 add lesson 就叫 save， 这个方法就叫 save， private void save。 OK， 就是保存地图，这个就是保存地图。就 map work 的 build map controller 的 map hosts 加等于官方是用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箭头函数实现的，但是我觉得不太喜欢箭头函数写那么复杂。虽然好，spa special map controller 的 special map info is success string error。这个有点长哦，这样。保存，首先触发这个保存，
哦，不是触发，这是那个，这个不是触发保存，这个是注册这个保存以后的这个反馈事件。保存是在这儿 ，mapwork 的 build map controller 的 host， 然后这个名称码认 map， 我就随便起了好1 2 3 AAB map， 直接写个时间吧，13230。然后图片是 new， 图片的话，如果想把缩略图传进去，很麻烦，因为它要转换一次，所以我习惯都是图片存 new。我的所有的这些都是没图片的，所有的这些都是空的，没图片。text 就等于开始保存地图，这就开始了。然后这里要抛出一个错误来 except 什么呀？为什么这样呢？这个吓死我了！using system， 保存出错，加message。好，这个就保存这一块就完了。那么保存的话，它这个关键是它这个返回的这个信息 if success， 如果保存成功，否则的话，这里的话要把保存成功的这个存起来，因为很少嘛，就用这个 player 这个东西来存就行了。set string map id 的号 map info 的 id layer 这个的 set string map name 是估计也可以为空的，因为我的那个里面有好多同名的 map name， 所以它所有的应该都是靠 map id。 你看好有很多像这个就是这个系数空间地图那个，我看多少人了，到今天63个，差不多该删了哈。那你很多同名的在里面，这个是我最原始的，就这里面有很多同名的，所以我觉得 map name 上为空也不大影响，关键就是 map id text 的 text 就等于地图保存成功。evolution new line 加 map写麻烦了，杠 n map id 冒号加 map 的 id， 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。好。
好，如果是 text 就等于地图保存出错加 error OK， 地图保存的这个就搞定。这里呢，把这个AR Session 弄出来呢，是为了就是追踪变化。那么 AR Session 有一个这个叫 Session 的 Word Root Controller 的 Tracking State Change 这么一个事件，这个事件可以跟踪到就是这个运动这个整个是否运行状况，可以跟踪到运行状况，所以呢，就在这添这么一个方法，就能知道当前有没有这个在跟踪，或者是有没有什么。但是它这里是 motion， 提示是 motion tracking state， 所以不过反正就运动跟踪起来，这个稀疏空间地图才能起来。如果运动跟踪一旦失败，稀疏空间地图肯定也出问题，所以大致是可以拿这个来实现的。text 的 text 就等于进入跟踪状态 else text 的 text 就等于退出跟踪状态。那么这里就既然都做到这里了，那就稍微再加一丁点儿，就是默认把这个按钮把它不可点击的 fails， 不是 fails 就等于 fails。那么只有当进入跟踪状态以后才能点击，如果没有退出状态就不能点击。OK， 好，检查一下有没有错，这个东西很麻烦。好的，没错。然后这里呢要加一个东西，这个不是 EZR 必备的，只是说是为了方便，之前没弄。就是因为没办法在编辑器里面调试 ，Edit 里面调试，所以有些错误看不到的话，控制台信息看不到，调试起来很麻烦，所以我后面是用了这么一个插件呀，稍等一下，卡住了。这个 in-game debug console， 是这么念吗？反正它还没刷出来，等一会儿可以了。免费的，关键是收费的我也用不起。稍等，好，稍微心急了。导入以后会有，在这个 plugin 目录下会有这么一个 in-game debug， 就这个使用很简单，就只有把它拖上来就可以了。拖上来以后这里有个这个点了就可以看了。OK， 好，现在
，building and setting 打包发布一下，打包发布，替换。你看一下我的手机准备好没？手机。稍微有点慢哈，没关系。这个时候能来连接吧？我来看看，这个时候应该可以连接哈，应该不影响。为什么你就不能放大点吗？好，安装，点击安装，每次这个广告好烦哦。好，点击打开，我把屏幕设置成了横向的，这样的话看起来更舒服一些，能看得更大一些。好，稍等，好 ，OK， 定位成功，进入跟踪状态。屏幕上这些小蓝点就是它的这个锚点，或者说是关键点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小蓝点越多，说明这个环境越复杂，越容易被跟踪和定位。然后慢慢的扫描，把所有前后就是用到的角度和方向全扫描一下。好，然后转回来看，这里呢能注意到就是稀疏，稍等一下哈。稀疏空间地图、运动跟踪和系统的3个原点是在一起的，方向也是一致的。那么方向好，点击保存，保存 OK。好，地图保存成功，保存成功。保存成功了，来这个看一下哈。保存成功了，来这个看一下。就多了一个，看见没有？当，然后没有图片。好，这个是建立地图，然后接下来要读取地图，稍微就简单一些。那么就刚才说就看到那个好，那个后面。好，现在开始就是读取地图的话，最简单的方法是把这个另存一下，另存一个出来。这个叫什么呢 ？Localize map。那么我看是对的，这个设置起来很简单，只是当然就是要把那个脚本改一下。Keep update。然后这里的话，manage。那么这里最简单的方式可以不用任何脚本来做，就是好。现在是把脚本去掉了，这里假设就直接地图信息对，地图信息复制 ID， 把 ID 复制过来。地图名称我觉得上不影响。
拖进来，还是得写啊，老老实实写啊，没办法的事情啊。好，重新来设置界面。这个时候，界面高一点，200。然后，我看开始停止，然后对。save 弄出400来。stop stop， 然后上面再添加2个 input field， 这个50%、100、00。OK， 像不像那么大啊？不管了，既然已经设置了，那就不管了。input ID name这个的这么来就行了。OK， 好，然后开始添加脚本，localize map controller。没打开。using EasyAR using system using Unity Engine 的 UI， 然后还是跟刚才一样，你3个。AR session 的 session private special 这个的 map work 一个 private special map work controller map controller 的 map。好，这是3个。然后text 还是那个 text， 哎呀，直接复制吧。text 还是那个 text， 确实是的 ，text 还是那个 text， 但是会多2个 UI。哎呀，这个 UI 我实在懒得在
弄了，但还是需要private input field 就等于 input ID D private input field 的 input name OK， 然后还有2个按钮private button btn start private button btn stop。 好，然后开始初始化，又是一轮辛苦的初始化工作。前面3个都是不变的，然后 UI text， 然后2个 input 等于 font canvas 一杠 panel 一杠 input 呀耶。input ID 的 get component input field， 还可以这么来一下，好，比方说 transform panel 就等于 game object 的 font 的 transform panel， 然后呢，这个就等于 panel 的 font text， 这个就等于 panel， panel 的 font input field ID input name 就等于 panel 的 font input name ID， 然后按钮 btn start 就等于button start， 对 button 不需要，这个是按它绑定的时候才需要。好，不管它。stop， 好的，好辛苦的这个初始化任务完成以后呢，注册事件，注册这个像 session 没必要要，但是对啊 ，session 是没必要要的，这个不管它。map 的 map load 加等于 map load back， 然后 private void map load back， 这里面呢是有3个special map
controller 的 map info 的 map info success string 哇，这个的3个参数和保存的时候是一样的，3个参数，然后直接写吧。if is success UI text 的 text 就等于地图加 map info 的 name 加载成功 else地图加载失败。这个是地图加载，地图加载完了以后呢，是地图定位成功 map 的 map localized 加等于localize map 呀private void localize map 我看呀对，这个没有参数比较好，我喜欢没有参数的东西。tag UI text 的 text 就等于地图定位成功加 data time 的 now 的 to short time string 加时间，这个是因为它会定位多次，那么就时间变化才能比较好的反映出来，然后继续来 map 的 map stop 加等于 stop local line map 这个是 stop localize map 地图停止定位，应该是好 OK。然后还有就是按钮点击事件，不对，还不到按钮点击事件，加载还没加载呢。这个就之前那个 input id 的 text 的 length 小于等于0，就如果为空的话 text 就等于 layer 的 get string map id。 那如果没获取到的话，就给它一个空。这个一样的，它的
如果那个为空的话，就读取这个之前保存的这个 map name。如果读取不到呢，就给它一个空值。就 start 开始定位 private void start localization 开始地图定位，开始地图定位，对的，开始地图定位。如果put id 这个的 len 的 text 的 len 大于0，就这个不为空。name 我觉得实际上是可以为空的 map 的。map manage source 的 id 就等于 input text map 的 map manage source 的 name 就等于 input 的 text。就等于开始本地化地图，然后mapwork 的 localizer 的 start， 开始地图定位，然后停止的方法也加个 localization， 这个就简单了。停总是简单的。stop localization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在这里呢叫 start， 开始，默认是这里会开始，然后还要把这个按钮在这儿，把按钮的事件监听加上，不用在那 btn 的 add on click 的 add lesson 加等于 start。咦？add lesson， 你等，啊，搞错了，不是这么写的。start localizer， 这个也是一样的 unclick 的 add lesson stop。好 ，OK， 可以，然后呀，但好像这样的话，这两个填的就好无意义啊，就好无意义啊，感觉那两个白填了，好，不管它。编译准备
投影，投影能不能就不全覆盖？全覆盖好辛苦啊！好，安装好了，重新打开。安装好了，重新打开。好，点击。好，地图加载成功，运动跟踪已经出现了。好，地图定位成功，往后退点。这个时候会发现稀疏空间的原点和系统原点，还有这次运动跟踪的原点就错开了。稀疏空间是左边这个黄方块，运动跟踪是右边这个绿和粉的方块。那么稀疏空间它的原点，它的 z 轴正方向在这儿，这个是上次定位时候的。然后这边是这次打开时候的 z 轴正方向原点。那就发现实际上是运动跟踪每次会变，但是稀疏空间地图是建立的时候确定它的位置在位置方向，就确定了位置方向。这个大概能不能就说不知道怎么说呢？它的定位又定位了一次的。好，换个地方来，再换个地方来说清楚，就是稀疏空间地图的原点、方向和坐标都是跟定位建立地图时候相关，和后面打开运动跟踪出现了，运动跟踪出现了，地图加载成功，运动跟踪，然后好，稀疏空间定位成功了。那么这次运动跟踪的它的原点就更远一些，方向也换了一个方向。那么稀疏空间地图的方向还是这儿，原点在这儿，跟上次比偏了一丁点儿，但是偏的不多，感觉上偏的不多。那么总而言之，就是稀疏空间地图的位置和方向，它的原点的位置和方向是由建立地图时候确定的。OK， 就到这。